小伙伴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其实每个人做事的原因都有两个，要么出于你的自我，要么出于你的更高自我，也被称为灵魂。一位著名的精神导师和作家迪帕克·乔普拉相信，一个人的自我是用来探索世界的角色，而一个人的灵魂才是本质，深深地与更高力量紧密相连，拥有超越物质世界的目的感和意义感。你的自我寻求外部来源的认可和赏识，同时认同自己的身体和思想，而一个人的灵魂则以爱、慈悲和智慧为本质，散发光芒。但是哪一个控制着一个人的生活呢？一个人的自我和灵魂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看到，但在这支影片里，我们很乐意分享7种方法，帮助大家区分它们，并找出哪一个正在引导我们的生活动机。什么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是财富、地位和受欢迎程度的诱惑，还是更多的和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观有关，比如善良、有创造力和拥有目标感？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人有不同层次的需求，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比如食物和水，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在发挥着自己的潜力。马斯洛坚信，只有当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在被个人成长和自我表达所激励时，才能做到自我实现。这个理论对心理学、管理学和教育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强调了在自己内心寻找动力，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性。自我形象，当小伙伴们想到自己的时候，会不会不由自主地为别人如何看待你而感到焦虑？还是会优先考虑个人成长，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休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布兰·布朗强调了在社会压力下坚持做真实的自己，并保持真实的重要性。在他的书《不完美的礼物》中，布朗教授提出了全心全意生活的概念，即从自我价值和自爱的角度出发生活，而不是寻求他人的认可。他鼓励大家接受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鼓励在自我发现中成长，提醒每个人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会导致羞耻感和疏离感。情绪，当涉及到自己的情绪时，大家通常是如何应对的呢？像恐惧、愤怒或嫉妒这样的负面情绪，会对自己产生强烈的影响吗？还是努力保持更积极的情绪，比如平静中的快乐？美国精神病学家和作家朱迪斯·奥尔洛夫认为，有些情绪源于一个人的自我是基于恐惧的，而另一些情绪则更符合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和精神本质。他强调了认识和处理情绪的重要性，而不是把它们推到一边或否认它们。通过识别和摆脱来自自我的负面情绪，我们可以培养内心的平静，并与更高的自我联系起来，从而过上更充实、更有意义的生活。关系，当谈到人际关系时，小伙伴们是倾向于寻求联系，希望得到一些回报，还是会优先考虑建立真实的、体面的、以成长为导向的联系？心理学家兼作家约翰·威尔伍德认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会驱使这个人的自我优先考虑个人认可、控制和自我保护。反过来，人际关系是从更高的自我角度出发，优先考虑同理心、同情心、共同成长和建立在信任、共同价值观、诚实和开放沟通基础上的福祉。发展自我意识对于建立健康和充实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通过识别到并克服掉自我的模式，可以从一个真实且联系的角度去对待人际关系，而不是出于恐惧和自我保护。行动，在谈到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小伙伴是那种倾向于优先考虑个人利益的人呢？或者会不会感到有责任按照更高的使命或目的行事？按照精神导师玛丽安·威廉姆森的说法，由一个人的自我驱动的决策往往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植根于恐惧或匮乏感，而由一个人的更高自我驱动的决策是由爱、同情和为他人服务的愿望引导的。威廉姆森相信，通过冥想和自我反思等练习，培养一种内在的指导和对自己的信任，就可以做出更符合自己真实自我和生活目标的决定。这个过程可以有助于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决策方式，走向更有目的、更充实的生活。心态，我能问一下大家是如何定义成功的吗？会不会觉得它是自己力所能及的，还是说只能通过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才能实现？或者有没有小伙伴认为
成功是可以通过个人成长和内在发展来获得的。心理学家兼作家卡罗尔 ·S. 德韦克提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态是把成功看作是有限的，并且只能通过利用外部因素实现，这会导致在遇到障碍或挫折时选择放弃。相反，成长型心态认为成功是无限的，可以通过内在的成长和发展来实现，从而拥抱挑战，将挫折视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德韦克强调，培养成长心态可以成为个人和职业成功的有力工具，有助于培养对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具备学习和成长的能力，从而实现目标。态度，小伙伴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周围世界的？有没有小伙伴倾向于以严格的非黑即白方式看待事物，认为存在明确的对与错，还是有一个更开放的态度，允许不同的观点，并对他人有富有同情心的理解？精神病学家兼作家马克·爱泼斯坦解释了如何通过一个人的自我和更高自我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观点。自我倾向于非黑即白地看待事物，使一个人感到与他人分离，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感知到的威胁；而通过更高的自我来看待世界的话，包括理解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总是在变化的，这就会导致对所有生物的好奇、开放和同情。通过采用更高的自我视角，可以培养与周围世界更深层次的联系和理解。现在大家已经了解了自我和高级自我之间的一些区别，有没有已经了解了自己允许哪个因素在自己的生活中拥有控制权？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让我们知道，也要记得点赞，并把影片分享给更多可能从中受益的人。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记住，你很重要。